出大事了。人民币汇率突然暴跌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跌破 7.13 关口，创下近期新低。这一异动让市场风声鹤唳，不少分析师认为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。数据显示，10月15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低见 7.1343， 单日跌幅超过400点。与此同时，在岸人民币也未能幸免，收盘报 7.1147，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52点。这种罕见的双大跌局面，让人不禁想起2019年8月人民币破70的恐慌情景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衡量人民币波动预期的指标已攀升至近2年来的最高点。一个月美元离岸人民币波动率接近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，显示市场对人民币前景信心不足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如此失控？分析人士指出，这与美国大选风险、中美贸易关系前景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等多重因素有关。首先，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近，市场对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的担忧与日俱增。特朗普曾表示支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20% 的基础关税，对中国商品更是高达 60%。这无疑会对中国出口造成沉重打击，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。其次，中国经济复苏势头疲软也是重要因素。最新公布的9月信贷数据不及预期，新增人民币贷款 1.59 万亿元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.87 万亿元。更令人担忧的是 M1 同比增速再创历史新低，跌至负 7.4%， 反映出企业和居民持币意愿大幅下降，经济活力不足。与此同时， A 股市场也未能幸免于这轮动荡。10月15日，上证指数大跌 2.53%， 险守3200点关口，创业板指更是暴跌 3.22%， 失守2100点。市场恐慌情绪蔓延，近4500只个股飘绿，多数板块遭遇重创。其中，曾被视为经济支柱的金融板块更是惨遭血洗，海通证券跌超 7%， 国泰君安跌超 5%， 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也纷纷跌超 3%。有分析称，这轮股汇双杀背后或有大资金在暗中操作。有传闻称，部分国企、权贵资本和华尔街资本正在高位抛售股票，换取美元逃离市场。如果属实，这无疑会加剧市场的恐慌情绪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外流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，中国监管层也在采取行动。据悉，近期中国已开始对超级富豪的海外投资收益征税，税率高达 20%， 同时也在加强对资金外流的管控。然而，这些措施能否有效遏制资金外逃，仍有待观察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是否还有应对之策？有消息称，中国可能在未来3年内推出总额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措施，但这能否扭转颓势，仍是未知数。据财新网报道，中国可能在未来3年内通过发行超长特别政府债券，筹集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，以提振疲软的经济。这一消息无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。有分析认为，如此大规模的刺激措施，反映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为严重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甚至表示，在未来1至2年，中国需要提供相当于 GDP 10%或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政策，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复苏。然而，即便是如此巨额的刺激计划，能否真正扭转中国经济颓势，仍是未知数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廷指出，随着卖地收入这一主要财源已经枯竭，填补地方政府的巨大财政缺口将成为刺激措施的重点。
换言之，这些资金可能主要用于补窟窿，而非直接刺激经济增长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尽管中国政府不断释放积极信号，试图提振经济信心，但市场反应却异常冷淡，投资者的观望情绪持续高涨。这种冷淡的态势也迅速反映在股市上，导致中国股市未能幸免于这轮动荡。这种股汇双杀的局面，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些悲观预测。有分析称，未来2周内 A 股跌破3000点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。如果这一预测成真，将进一步打击投资者信心，加剧资金外流压力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似乎也在加强管控。据报道，除了限制资金外转、限制换汇外，中国已开始对超级富豪的海外投资收益征税。一些拥有至少1000万美元离岸资产的富豪，可能面临高达20%的投资收益税。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遏制资金外流，但长远来看可能会打击投资者信心，影响外资流入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经济的困境已经开始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。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，中国正面临通缩风险。这不仅反映出需求不足，更可能引发恶性循环，物价下跌，导致消费者推迟购买，进而加剧经济下行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，其效果也可能大打折扣。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，都可能倾向于增加储蓄，而非扩大支出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，经济疲软导致信心不足，信心不足又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。有专家警告，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，中国可能面临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严峻的挑战。毕竟，与当年相比，中国如今的债务水平更高，政策空间更为有限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能否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？这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经济前景，更可能影响全球经济格局。毕竟，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。再也观察到，最近这段时间，中国经济的表现确实是让人非常担忧。从去年到现在，中国经济里边的各项数据都在不断恶化，特别是在今年下半年以来，情况更是急转直下。这次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和股市的暴跌，可以说是这种经济困境的集中体现。大家还记得，在前年年底的时候，中国突然结束了3年的大清零政策。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中国经济会迎来一波强劲的反弹，但是事实证明，这种反弹是短暂的，而且力度也远不及预期。到了今年年中，经济增长就已经开始明显放缓，现在更是出现了全面失速的迹象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：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是否仅仅依靠财政刺激就能解决问题？在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。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经济下行，更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，比如人口老龄化、房地产泡沫以及产业升级的困境，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中国政府似乎还在延续过去的一些做法，比如大规模发债搞基建。但是这种方式的边际效应已经越来越低，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，反而会埋下更大的隐患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似乎越来越多，从限制资金外流到对富豪征税，这些措施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起到一些效果，但长远来看可能会打击市场信心，只会加速富豪逃离中国，影响经济的活力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更多人看清中国的真相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
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